我们这一次的国家公园之旅终于来到了科罗拉多州。梅萨维德国家公园是美国第一个为保存历史古迹而成立的国家公园。梅萨维德是西班牙语，意思是绿色的台地，因此也有人称它为绿色台地国家公园。这里是整个北美洲印第安原住民遗址中保存最多和最好的地点之一。这里也是我们国家公园之行的第20站。梅萨维德，科罗拉多的第一个橘色值得纪念。这里啊，就是梅萨维德的游客中心。它的旁边呢，有一座很有特色的雕像，这个就是著名雕刻家的作品。它的名称叫做古人，是在表现古普韦部落人啊，他们奋力攀爬那个悬崖峭壁的模样。然后这边的墙壁上啊，还有很多古印第安原住民的图腾梅萨维德在1906年创建为国家公园，197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。根据考古的推测，从西元500年到西元1300年，古普韦部落人在这里居住超过750年。建议大家在参观遗迹之前，先来游客中心了解一下古文明的演变。他们种植农作物的过程，他们使用这些器具。这个是他们出土的一些手工艺品，好漂亮说实在的，保存得很好，也很漂亮。参观梅萨维德国家公园，除了有自驾游的路线，其中最著名的几个景点都需要至少3个月前在官网预约，才能跟随导览员近距离欣赏。这一次我们无缘预约到场次，加上韦瑟里尔梅萨路线持续关闭，所以能观看的范围相对更少了，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。你看前面这个就是尖刀崖，你看它的形状像不像是一把弯月尖刀？然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蒙特祖马峡谷的 Overlook，这里很漂亮非常壮阔。在将近1500年前，古普韦部落人在这里创建家园。历史学家把他们建筑的印第安村落分为3个时期，越是后期的规模越大。这个区块的房子看起来都像是大社区，有许多的房间。建造时间大约在西元1000年左右。虽然经过时间的催蚀，如今只剩下不完整的墙壁，但也可以看出大致的结构雏形。这个就是古印第安原住民居住的地方。这里已经算是比较晚期的了。早期他们都是住在山壁的凹洞里。这里最著名的景点也都是在山崖边，像是悬崖宫殿跟阳台的房子。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预约到导览，很可惜。像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圆形地洞。这个从地面往下挖出的圆形结构叫做 Kiva 地下穴居，在普韦部落社会中是一种传统的公共设施，可以用来进行宗教活动或作为家庭里的社交场所。这里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，发掘出将近50个村落。云山树屋原本是园内第3大的部落遗址，但因为落石的缘故，导致结构不稳。基于安全考量，从2015年后便不再对外开放了，但游客还是可以从观景台上远眺。这边有一个邮局，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树屋。云山树屋建构于西元1211年到1278年间，规模约有130间房间和8间举行宗教仪式的地穴屋。这个天然凹穴
宽66公尺，高27公尺，可以容纳60到80个人。在云山树屋的旁边呢，有一间小型的考古博物馆。它展示了很多出土的文物，像这个就是介绍他们动植物的生态。这个就是宝石和首饰的介绍，设计还蛮精致的。这个就是普韦部落人使用的工具。然后这边呢是陶土器皿。方塔屋也是著名的峭壁居所之一，约4层楼高的结构，没有看到可以进入的步径。考古学家研究发现，古普韦部落族人是在峭壁上凿了可以攀爬的洞，就像之前在游客中心看到的塑像般，手脚并用攀爬进屋，或是在峡谷岩壁上使用绳子和梯子。这里至少有60个房间和8个地穴屋，还有丰富的彩绘壁画及原始的屋顶横梁。这边是 Sun Point View， 也是悬崖边的房子的一个 overlook 景点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太阳眺望点可以说是梅萨维德国家公园里最精彩的瞭望点了。在这里可以见到大约10座凹穴峭壁居所，距今800多年前，有数千人居住在此。这一大片凹穴峭壁居所也号称梅萨维德市区。橡树屋是属于较大的峭壁居所，至少有60个房间，牢固的石造墙支撑了多层的楼房。这里有6个地穴屋，围绕着紧邻的房间，可以想象是家族衍生后自立门户，各自使用自己的 kiva， 有独立的生活空间。悬崖宫殿可说是梅萨维德的门面担当，年代介于西元1190到1260年之间。想近距离观赏，必须参加导览团。这里也有开放一个平台可以远眺。之所以取名为宫殿，是因为其巨大的规模，有超过150间房舍和23间供举行宗教仪式的地穴屋，曾经同时容纳120到150人。它的保存状况也非常完好，构造有点类似现代的大型公寓社区。古普韦部落族人会巧妙地利用凹穴空间，在凹穴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房间。主要的建筑材料是河床的砂岩，然后用石头凿成石砖，再用泥土跟水和灰拌成灰泥来粘合。考古学家推断出，这里西元1300年左右便遭遗弃，原因可能是因为持续干旱而导致的。哇，你看这边就是很多窗户的房子，往前面看过去啊，可以看到一排的窗户。你看有看到吗？旁边的介绍写说啊，这里面有15个房间，也有地穴屋。这边可能是某个普韦部落人的家啊。这边叫做海明威的房子，
它也是属于阳台的房子的一部分。这里之所以叫海明威啊，是因为来自一位资助考古探险的人，他帮助保护了这个遗址。阳台边的房子，这个也是需要导览的行程，所以旁边有很多人在等 Ranger 来带他们下去。阳台的房子也是非常热门的导览点，没有办法从公路上远眺。这里是为了防御性而设计，所以有很多又高又窄的通道，非常值得提前预约参观。